我们今天讲鱼竿设计解读第8期，今天我们讲一下黑坑鱼竿的设计，也给这个鱼竿就内节锥度变化这个事儿做一个总结。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某一些品牌或者相同硬度下的黑坑鱼竿，它出好几款，有一些商家跟你说了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，有一些商家他并没有说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两个都是黑坑头驴6A 式的鱼竿，一个是钓1到3斤的鱼好用，另外一个是钓3到5斤的鱼好用。它是怎么实现的？其实就是靠内节的锥度比调整来实现的。比如说相同硬度下或者相近硬度下的黑坑鱼竿，钓1到3斤的鱼的时候，你回鱼啊，咱就讲回鱼的时候，鱼竿的主受力节是哪几节？3到5斤的时候，它的回鱼的时候，它主受力节是哪几节？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或者说钓不同重量下的鱼的时候，你回鱼的时候，主要弯曲的节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那想要它好用的，那你主要弯曲的节就要把它给变粗了，锥度比给它变小了，这节或者这几节又粗，单节的前后口的直径差还要它小，这样的节或者这样的这几节，因为你单节锥度比做小了之后，鱼竿干节会软的，那你维持整体性不变，你就要往上提碳步吨位，那碳步吨位提上去了，它的弹性就好了，粗它回鱼的拉力还大，就让这个鱼竿你在黑坑钓鱼的时候杆子一立起来，回鱼又快，反馈它你手上的力量还小，你就比较省力，回鱼还快，这就是好用的。而其他节相应的就要调的锥度略大一些，碳步吨位也会略低一些。当然那回别的鱼情就没有那么好用了。简单总结，如果你想要一个鱼竿针对的鱼情特别好用，就要把它的受力节的锥度比给它调小，碳步吨位给它升上去。如果你想要回鱼快一点，就让它粗一些；你想要它护线一些，就让它做细一些。如果说你想让它没有明显的短板，也没有明显的优势，那就它的所有钓的鱼情的范围内的所有的节让它锥度变化均匀一些，就这么简单。听没听明白？如果没听明白，约直播晚上8点直播间见。